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东京汴梁有一富翁，姓张名厚仲，现年30有5。20年前，张厚仲孤身来到此地，从跑堂伙计做起，随后拜师学习厨艺。30岁时便成为汴梁城小有名气的名厨。后来他又花重金盘下一座酒楼，自己经营了起来。张厚仲不但烧得一手好菜，他这人又重义轻利，同样的菜品不但味道好，而且价格又便宜，前来酒楼吃饭的客人自然是络绎不绝。靠着这间酒楼，张厚仲自然是赚了个盆钵尽满。有了钱之后，张厚仲并没有像有些富人一样为富不仁，相反，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为此，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便有了张大善人的美誉。见年纪轻轻的张厚仲名利双收，有的人是由衷佩服，有的人则心生嫉妒，还有的人则暗中使坏。每年年关，张厚仲都会特别忙碌。他忙的原因不是因为要趁着年关多赚2个钱，而是要给附近的穷苦百姓免费做一顿年夜饭。从腊月20开始，一直忙到腊月29，直到最后一份年夜饭被人领走，张厚仲才能关门歇业。这年也不例外，直到黄昏，张厚仲才歇了下来，给伙计们结算酬金，发了随年钱后，张厚仲便回到了后院。20岁那年，张厚仲曾经娶过一位女子为妻，但婚后仅半年，妻子便因为突发疾病不治身亡了。妻子死后，张厚仲伤心欲绝，于是便没有再娶。因为孤身一人，张厚仲便没有置办新房，而是一直住在酒楼后院的平房里。他刚躺好，大门口突然传来了通的一声，张厚仲连忙起身来到酒楼门口，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、形似乞丐的老头已然倒在门口不省人事。顾不得多想，张厚仲连忙将老头搀回了后院，为水擦身，忙活了半天之后，老头依旧昏迷不醒。但此刻已近深夜，无处寻医问药，为了怕老头半夜里有个闪失，张厚仲只好在床边守了一夜。第二天天亮以后，老头醒了。老头看起来已无大碍，醒了以后便要急着离开。张厚仲苦苦挽留，但老头却像是有什么急事似的非要离开。临行前，为了感谢张厚仲的救命之恩，老头从身上掏出了一个铃铛送给了张厚仲。张厚仲家境富裕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，铃铛虽然做得很是精致，但却丝毫勾不起他的兴趣，于是便推脱不要。张厚仲不要铃铛，并不是因为他看不上这个东西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行善救人纯属出于本心，压根就没有想到回报。只是那老头执意要送，张厚仲这才接了过来。将铃铛拿在手中后，张厚仲便试着摇了一下，但令他奇怪的是，无论他怎么晃动，铃铛就是不响。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老头开口了：恩公，这铃铛是个稀罕之物，放在平时，无论你怎么摇，它都不会响，但只要他察觉到你有危险，它就会自动响个不停。听老头这样说，张厚仲连忙说道：老伯，我张厚仲一生行善积德，从未做过亏心之事，有什么危险？再说了，既然他有如此神通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你将它送给我，万一你遇到危险怎么办？老头笑着说道：恩公，常言道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却不可无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这人心地过于敦厚，就怕哪一天着了人家的道。这东西你还是留着吧。说完，老头便出了酒楼，扬长而去了。铃铛果真如老头说的那般神通吗？张厚仲又会遇到什么危险？请接着往下看。转眼间已到清明，这天一大早，张厚仲早早的就起了床，
来到妻子的墓地祭拜了一番之后，他便匆匆回酒楼去了。匆忙赶路中间，张厚仲只觉口干舌燥，抬眼望去，不远处的一个小店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张厚仲眼神极好，细细一瞅，小店门口挂着一块由粗布制成的招牌，上面写着云娘豆花店5个大字。店面看起来并不大，但吃饭的人却相当多，以至于有不少食客都端着碗坐在了路边。张厚仲是个名厨，对吃饭的要求自然比常人要高，见小小店面竟然能吸引住如此多的食客，便不由自主地迈动双腿朝着豆花店走了过去。令他奇怪的是，吃饭的人非常多，但却看不到一个伙计。就在张厚仲疑惑不解的时候，2位食客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你别说，这云娘做的豆花就是好，你看这豆花洁白滑嫩，豆香浓郁，入口即化，真是一大美味呀。另一位男子一边拿着勺子扒拉着碗里的豆花，一边摇头叹道：哎，云娘这女子可真是不错，小小弱女子撑起一个家，而且虽有艳名，但是却从未传出什么风流韵事，可惜了。就在张厚仲竖起耳朵等着那人继续往下说时，一个异常糯绵的话音传进了他的耳朵里：客官，你是来吃豆花的吗？张厚仲连忙掉头朝着说话之人看了过去，女子大约25、6岁，穿戴打扮极为普通，甚至都有点寒酸，但却难掩其美艳。这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豆花西施云娘了吗？来碗豆花。张厚仲连忙说道。很快一碗浓香的豆花就端了上来，因为吃饭的人非常多，张厚仲便和刚才说话的那2人挤在了一起。那豆花果然好喝，张厚仲敢喝了一口就觉唇齿留香。就在这时，豆花店外突然响起一声嚷嚷声：云娘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快，赶紧给老子拿点银子来！听到叫喊声，张厚仲不由得放下勺子，朝着外面看了过去。伴随着叫喊声，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子闯进了店里，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一身黑衣打扮的劲装男子。灰衣男子看起来一夜未睡，蓬头垢面，一脸憔悴。看，这就是云娘的丈夫陈皮，这家伙成天待在赌场，输了钱就回来要。哎，摊上这么个丈夫，云娘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张厚仲旁边的一个男子对着另一人悄声说道。就在这时，陈皮已经进到了屋子里，紧接着屋子里传来了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，不时还夹杂着陈皮的嚎叫：臭婆娘，快告诉老子，你把钱都放到哪里了？你这人也是的，豆花店刚刚开张，哪里来的银子？昨天倒是有一些来，你昨晚不是已经都拿走了吗？云娘说道。陈皮见云娘没给他好脸，顿时恼羞成怒，随即冲到云娘的身边给了她一巴掌。好啊，我看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竟敢和我顶嘴了。见此情形，张厚仲越看越气，可他又不知道是什么缘由，只好问旁边的那人道：这位兄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人叹了口气说道：陈皮这小子是出了名的赌棍，成天待在赌场，总想着能一夜暴富。哎，看到他身后的那2人了吧？那2人十有八九是长兴赌场的打手，这陈皮估计昨天晚上又输了，这不，今天一大早就被人家押回来取银子了。听了那人的解释，张厚仲这才明白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脆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张厚仲连忙回头看去，只见云娘已经捂着脸蹲在地上，哽咽着哭了起来。好什么丧，你天天开门做生意，哪能没银子？说你是不是背着我把银子给了哪个相好的了？陈皮指着云娘怒骂道。听到丈夫这样说自己，云娘可就不能不反驳了。陈皮，你嘴里给我放干净点。见云娘顶嘴，陈皮顿时恼羞成怒，扬手就要再次打去。张厚仲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只见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朝着陈皮就走了过去。
住手！见有人横加阻拦，陈皮当即就朝着张厚仲说道：你算哪根葱？老子教训自己婆娘，关你何事？听陈皮出言不逊，一向和善的张厚仲再也忍不住了，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巴掌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见你老婆忙里忙外，不知道帮忙，反而胡搅蛮缠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见张厚仲不像是好惹之人，那陈皮竟然没有还手，而是蹲在地上捂着头嚎啕大哭了起来，一副赖皮模样。跟着陈皮回来的那人见张厚仲坏了他们的好事，当即就不高兴了，可他们不便冲着张厚仲发火，只好对着陈皮说道：嗨，陈皮，快拿银子来！见两人又逼问陈皮，张厚仲当即就走到两人跟前说道：说吧，他欠你们多少银子？连本带利一共10两。张厚仲二话不说，就从身上掏出10两银子给了他们。拿到银子，那两人也就不再纠缠陈皮。就在他们掉头要走之际，张厚仲对他们说道：站住，回去告诉你家王三虎，就说我张厚仲说了，让他以后少做点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不然的话会遭报应的。原来是张老板呀，放心吧，你说的话我一定带到。说完，两人便走了。王三虎就是长兴赌场的主人，此人乃一方恶霸，起初也曾经营过一家酒楼，但很快就倒闭了。此后他便开启了赌场。两人走后，张厚仲又数落了一顿陈皮，吩咐他要远离赌场，好好过日子。见张厚仲给自己解了围，那陈皮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，对着张厚仲磕头称谢起来，还发誓以后一定要改邪归正。眼见时辰已经不早了，张厚仲便离开豆花店回家去了。就在张厚仲急匆匆往家赶的时候，突然间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张厚仲连忙个停下脚步，朝四周看去，可四周却空无一人。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而且比前一次响得更厉害了。张厚仲仔细听去，这声音分明就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。他连忙低头看去，原来是那个铃铛响了。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铃铛才会响。猛然间，张厚仲想到了老头说的话，随即留心朝着四周看去，可四周却空无一人。张厚仲不敢大意，随即从路旁捡起一根木棍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了。就在他走后不久，两个男子从路旁的一颗大石头后面走了出来。仔细看去，这两人赫然就是赌场的那两个打手。你这人也是的，怕什么怕？冲出去把他暴打一顿不就得了吗？一个男子说道。你没看到他已经起了疑心了吗？要是被他发觉，不是平白无故的给老爷添乱吗？咱们还是走吧，回去将张厚仲的话告诉老爷，看老爷怎么收拾他。再说张厚仲察觉到危险之后，他便急匆匆离开了那条路，直到来到大路上时，他才放下了心来。铃铛为什么会响？到底是谁对自己有危险？张厚仲百思不得其解。转眼间又过了3个多月，这天张厚仲正在酒楼休息，这时邻居张婶走了进来。张婶，你可是稀客呀？怎么家里来客人了吗？张厚仲热情地打着招呼。张婶笑着说道：张掌柜，我就是孤老婆子一个人，家里的亲戚早死光了，再说就是亲戚来了，我也请不起他们呀。是这样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要和你说。什么事？张掌柜，你家那口子去世也有10多年了吧？哎，这时间呀过得就是快，一晃眼已经是几年了。张婶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见你也不小了，难道你就这样一辈子孤身一人吗？你就不想着再另娶一个吗？我那原配妻子跟着我受了不少苦，却没享半点福，一想到这，我就觉得甚是对不住她，这事也就拖了下来。怎么，你有合适的吗？有，不瞒你说，
这个人呀，你还认识？谁？就是那城外豆花店的芸娘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张厚仲不由得愣住了。芸娘，她不是有丈夫吗？怎么？难道她要改嫁吗？这芸娘呀，也是个苦命人。丈夫陈皮嗜赌如命不说，就在半个月前，那陈皮却突然暴病而亡了。丈夫死了以后，芸娘把豆花店全部盘了出去，用来还债。眼下她孤身一人，没个着落，就找到了我，说是想嫁给你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心思？原来是这样。张厚仲一边叹气一边说道：依我说呀，她那丈夫早点死了也好，省得她成天胡作非为。芸娘那人张厚仲亲眼见过，人长得漂亮不说，关键还能干，要是能将她娶进家门倒也不错。思量了一会之后，张厚仲便答应了。见张厚仲答应了，张婶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不久之后，张婶带着芸娘就来到了酒楼里。因为陈皮刚死，那芸娘也不想声张，于是张厚仲也就没有大操大办，两人便住到了一起。这天夜里，张厚仲回到屋里之后，那芸娘正在床边坐着。芸娘，这么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令张厚仲大感意外的是，那芸娘却通的一声朝着他跪下了。张厚仲连忙将芸娘扶了起来。芸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恩公，实不相瞒，那陈皮虽说是个无赖，但也曾经是我的丈夫，如今他尸骨未寒，我就嫁人，心里觉得十分愧疚。恩公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等他死了100天以后，咱们再同房？听了芸娘的话，张厚仲不由得愣住了，不过转瞬之间他就明白了过来，看来这芸娘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我的这眼光还算不错。想到这里，张厚仲不由得笑了。安慰了一番芸娘之后，张厚仲便来到了另一间屋子里躺了下来。芸娘说的是真话吗？她嫁给张厚仲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？请接着往下看。芸娘这个人勤快能干，嫁给张厚仲以后，不嫌脏不嫌累，成天帮着干这干那。见芸娘这般，张厚仲的心里十分高兴。然而就在芸娘嫁给张厚仲的第3天，酒楼出事了。这天午后，店里的一个名叫小六的伙计吃完饭后，突然觉得肚子很是疼痛。张厚仲见状，赶紧请来了一个郎中治疗。郎中虽然开了几副药，但无济于事，小六依然疼得死去活来。就在张厚仲正在为小六的病情发愁之时，城里突然传出了有人在张厚仲的酒楼吃饭中毒的传闻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不到2个时辰，传闻便铺天盖地而来。到下午时分，酒楼已经没有了客人。为了照顾生病的小六，也为了能查清病因，这天夜里，张厚仲便把一个厨子和3个伙计全部留在了酒楼里。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吃了晚饭之后，这几人也毫无征兆的肚子疼了起来。这一来，张厚仲彻底慌了。这天夜里，张厚仲一夜未眠，夜半时分，他有些饿了，于是便让芸娘给他煮了一碗饭。就在芸娘给他端来饭的时候，那铃铛又响了起来。张厚仲顿感不妙，随即便以没有胃口为由没有再吃。铃铛怎么会响？难道饭里有毒？饭是芸娘煮下的，她为什么要害我？张厚仲百思不得其解。就在这时，他的门突然开了，紧接着一个枯瘦的老头走了进来。张厚仲抬眼一看，来人竟然是被他救下的那个老头。老伯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头朝着他比划了一下，示意他不要作声，随即一把拽起他朝着厨房走了过去。此时芸娘正在厨房里忙碌着，见张厚仲没有吃饭，芸娘便又来到了厨房，计划给他重新做一碗饭。透过缝隙，张厚仲看清楚了，芸娘正从怀里拿出一个包裹，将包裹里的东西往饭里撒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张厚仲顿时大惊失色，连忙踹开房门闯了进去。芸娘，
你干什么？”对于张厚仲的意外出现，芸娘丝毫没有防备，尚未等张厚仲逼问，他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个名叫王三虎的恶霸搞的鬼。在经营酒楼期间，王三虎的酒楼不仅饭菜质量不好，而且价格还贵。时间一长，前去他那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少，很快酒楼就倒闭了。见张厚仲不仅赚了钱，而且还得了名声，王三虎便将怒火撒到了张厚仲的头上，时时刻刻想要报复于他。那一日，张厚仲为陈皮解围之后，王三虎的2个手下便想着在半路上将张厚仲教训一顿，谁料被张厚仲躲过一劫。回到家后，2人便把张厚仲的话加油添醋对王三虎说了。王三虎听后顿时恼羞成怒，于是便开始了报复行动。被张厚重救下一次之后，陈皮并没有收手，依旧沉迷于赌场之中。没过几天便又欠了一屁股债，无力还债。那王三虎便替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陈皮假死，然后再利用张厚仲的善良，将芸娘嫁给张厚仲。实际上那陈皮并没有死，他被王三虎关起来了。早年间，陈皮曾经从他人手中救过芸娘一命，为了报答于他，芸娘便嫁给了他。见王三虎将丈夫带了起来，为了怕丈夫有个闪失，芸娘便答应了王三虎的要求。芸娘假意嫁给张厚仲后，因为丈夫还活着，她便以丈夫死了尚不满100天为由，拒绝和张厚重同房。张厚仲见她这般重情重义，便答应了下来。嫁给张厚仲之后，芸娘便按照王三虎的计划开始了行动。也不知道王三虎从哪里找来的一种毒药，这种毒药吃上去之后就会肚子疼痛，用不了几天人就会丧命。王三虎原本的计划是让芸娘在张厚仲的饭里下毒，但芸娘却不忍下手，只好将毒下在了伙计的碗里。王三虎知道后很是恼火，于是便以陈皮的性命相威胁。芸娘无奈，只好屈从。但那老头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知道芸娘下毒？原来老头是一名放蛊人，早年曾经和一位名叫陆阿三的人共同拜师学习蛊术。在人们的普遍认识当中，蛊一般都是用来害人的，其实不然，蛊本来是一种专门治毒疮的药，后来才被人利用来害人。老头的这位师傅在传授他们放蛊之术时，就曾经让2人发过毒誓，只能用蛊救人，不能害人。但那老头的师弟陆阿三却心术不正，学成之后便利用放蛊术害人敛财。为了将陆阿三捉到，这些年来老头一直在寻找他的消息，但陆阿三甚是狡猾，老头一直未能将他擒获。直到去年冬天，老头终于找到了陆阿三的踪迹，但一时失手被陆阿三打倒在地后，又被张厚仲救起。不久前，老头又追寻到了陆阿三，这一回陆阿三终于没再逃脱。将陆阿三捉到后，老头这才知道陆阿三已经将几只毒虫以高价卖给了王三虎。为了怕再出人命，老头便在王三虎家门口守了起来。从下人口中，老头无意中知道了王三虎利用芸娘要将张厚仲害死的消息，于是便赶了过来。事情明了之后，老头随即拿出解药，将小六等人中的蛊毒全部解了。第二天，张厚仲便带着芸娘以及陆阿三等人来到了县衙，将王三虎告发了。王三虎平日里骄横惯了，以至于连县太爷都有些看不起了。县官早就想将他绳之以法了，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。见有了由头，县官当即就将王三虎押到了县衙。没过几天，王三虎就因为蓄意谋杀他人等多项罪名被关进大牢，陆阿三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。那老头也不辞而别，而他送给张厚仲的那个铃铛也随着他的离开消失不见了。事情过后，陈皮被救了出来，此后他彻底改邪归正，和芸娘踏踏实实过起了日子。
1年后，张厚仲又娶了一房妻子，一家人过起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